皇祖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上，就是以荆州刺史刘表部将的身份被派去阻击孙坚的进攻，并且在作战过程中射杀孙坚有功而记录史册。在此战役之前，关于皇祖的事迹没有留下任何史料记录，但在此之后，他成为了江东孙氏三代不死不休的世仇。然而，关于孙坚究竟是如何死的，哪一年去世的，杀他的到底是不是皇祖？当我们把不同史料记载并列在一起，会发现这位江东之虎的最后时刻竟然存在3个不同的版本。首先是正史《三国志·孙坚传》记载，初平3年，也就是公元192年，孙坚受袁术之命攻打荆州刘表，而刘表派部将黄祖在防城邓县一带迎击，但孙坚很快击溃了黄祖军，一路追过汉水，包围了襄阳。然而，孙坚在一次单马骑行在岘山之时，被黄祖的军士伏击射杀身亡。这段记载确立了几个核心要素：黄祖是负责人或主谋，岘山是事发地点，而死因则是来自军事的射杀。这也是黄祖在历史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。但是，成书更早的《英雄记》却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版本。它记载孙坚是死于初平4年正月7日，时间上与《三国志》记载的晚了1年，而且杀他的并不是黄祖，而是刘表的另一员部将吕公。当时孙坚亲骑巡山追击吕公，而吕公的士兵从山上滚下巨石，一下子击中了孙坚的头部，脑浆迸裂，当场身亡。《英雄记》的作者王畅是当时的大文学家，曾依附刘表，他的记录细节丰富，但与其他史料存在着明显的矛盾，连后来的史学家裴松之在引用这段内容时都不禁感叹其不同如此也，也就是记载的差异竟然如此巨大。第3个版本来自孙坚的长子孙策，在史书无录所收录的孙策表文中，他亲口说道：臣17丧失所护，也就是我17岁那年，失去了父亲的庇护。裴松之根据这一条至关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进行了严谨的考证，他逐年推算年份。《三国志·孙策传》记载，建安5年公元200年，孙策去世时年仅26岁，以此推断的话，他17岁丧父，那一年应该是191年。加上其他的史料，如张方的汉记和史书无力，都记载孙坚死于初平2年，因此裴松之倾向于接受初平2年孙坚去世的说法，而《三国志》本传中的初平3年很可能是错误的，《英雄记》初平4年的记载可信度更低。这些错误可能是因为传抄之误，或者作者记忆偏差导致记载错误。至此，我们可以尝试还原这个历史谜团。最可信的时间是公元191年，而最可能的场景是孙坚在战场形势大好之时，因为单马或轻骑的轻敌之举，深入岘山，遭遇了黄祖部署吕公具体执行的伏击行动。而在那场山地的混战中，他或许先是被飞石击中，同时又被乱箭射杀。两种记载或许是同一场惨烈伏击战的不同侧面描写。而黄祖无论具体的执行者是谁，作为此战的主将，他都从此背负上了杀孙坚者的这个标签。孙坚之死细节虽存在争议，但其结局是确定的。一代枭雄陨落于胜利前夕的轻敌冒进，而他17岁的长子孙策从此挑起了家族的重担，更是开启了一个时代，一个属于孙策、孙权兄弟向黄祖寻仇，最终建立江东基业的时代。孙坚死后，尸首落于敌手。当年被他举为孝廉的黄阶，为了报知遇之恩，冒着风险去面见刘表，请求归还雇主的遗骸，而刘表被他的义气所打动，同意了归还。祢衡是东汉末年的名士，有着过目成勇、下笔成章、音律绝伦、辩才无碍的经世之才。孔融在《见祢衡表》中极尽赞美，把祢衡捧上了神坛。他说道：古代著名的奇才贤士摆在他面前都变得黯淡无光，甚至形容他这种人才才是帝王之家必备的瑰宝。但是与他出众的才情相伴的是他极端狂傲的性格。祢衡用异常挑剔的眼光审视着当世的名士，竟没有几个人能入他的眼中，只有孔融、杨修这2人得到了他的认可和推崇。面对曹操，祢衡一向轻视和憎恶，他不仅自称患有狂病，拒绝了曹操的召见，还私下屡次发表攻击曹操的言论。之后，曹操召他为鼓励，愈加羞辱他，当众裸身换衣，从容击鼓演奏渔阳仓抓，用这个放荡不羁的行为反辱曹操。事后，曹操只能苦笑说道：本欲辱衡，衡反辱孤。紧接着，他许诺孔融前去向曹谢罪，却最终坐于营门外，以杖捶地，大骂曹操。在祢衡的价值序列里，曹自始至终只是一个罪烟已丑的军阀，而自己则是清白名士。他用这种极端的傲慢，为自己营造了一个道德和心理上的高地，仿佛对世人说：我可以不尊重你，是因为我本来就在你之上。曹操最后也承认，要杀祢衡无异于杀一只麻雀或老鼠一样简单，只是因为我曹操在乎自身的名声，避免落人口实，才没有动他。于是便将他送给了刘表。刘表岂
初对他礼遇有加，祢衡也有所收敛，放低姿态主动结交刘表。但祢衡终究是祢衡，善意维持不了多久，狂态便不自觉地流露出来。刘表最终也无法容忍祢衡的言行，随即将他送给江夏太守黄祖。祢衡与黄祖的相遇简直就是一场注定的悲剧，一个是恃才傲物的狂士，另一个则是性情急躁的军阀。他们的碰撞从一开始就写好了结局。不过最初他们的相处是融洽的，黄祖欣赏祢衡的才华，让他担任机要秘书，负责起草公文、书信、奏章等一切官方文书。而在江夏幕府中，祢衡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像一个正常的幕僚那样工作。他所写的公文分寸拿捏精准，详略安排得当，深得黄祖之心。黄祖看后竟激动地握住他的手，感叹道：处士，此正得祖意，如祖父中之所欲言也。这一刻，武将的真诚和文士的才情似乎找到了共鸣。祢衡在江夏并非全无知音，黄祖的儿子黄涉时任张陵太守，尤其与祢衡交好，两人的关系和睦亲近。一次，两人一同出游，读到蔡邕的碑文，黄涉喜欢得不得了，回来却懊悔没有抄录下来。祢衡说道：我虽只看了一遍，但还能记得，只是有2个字因石头缺损而认不出，于是当场将碑文默写下来。之后黄涉派人去核对，竟一字不差，在场的人无不叹服。不久之后，黄涉大宴宾客，有人献上鹦鹉，黄涉便举着酒杯走到祢衡面前说：希望先生为他作赋，以此娱乐嘉宾。祢衡没有推辞，提笔便写，一气呵成，文不加点，词采非常华丽，赢得满场惊叹。这篇即兴而成的鹦鹉赋后来被收录《昭明文选》，成为传世名篇，也是祢衡少数传世的作品。在江夏，黄氏父子给了他尊重与赏识，如果祢衡懂得珍惜，或许他可以在江夏安度余生。但是祢衡只是暂时压抑住了自己对世人的傲慢。之后10月初1，黄祖在猛冲床上大宴宾客，祢衡的狂态又一次发作。当时黄祖在席间准备了蜀货，一种用黍米和肉混合组成的肉粥，这是秦汉时期的节令食品。秦朝以10月为岁首，10月朝也就是10月初1，相当于过年，习俗上要吃蜀货。汉魏时仍流行这种习俗。祢衡到来后，蜀货正好先摆在他的面前，但他也不等人，自顾自地饱餐一顿，吃完不算，还用手拨弄着食物取乐，旁若无人。当时在座的嘉宾中有个叫张伯云的人调侃他说：礼教云何而识此？祢衡不回答，继续拨弄着蜀货。而作为宴会主人的黄祖可能也觉得当时的气氛尴尬，于是好意提醒祢衡道：米处士难道不该回应他吗？但祢衡却毫无预兆地顶撞了黄祖，说道：你难道要听车前的马屁吗？黄祖听后暴脾气一下上来，厉声呵斥祢衡。而祢衡盯着黄祖看了半天，蔑视地骂道：死断西宫，也就是骂黄祖为老不死的铁匠。这个羞辱性的称呼对于一个武将来说，是对个人乃至整个家族的侮辱。于是黄祖大怒，命令士兵把他拖出去，要杖打他。但祢衡依旧骂个不停，随即黄祖便下令将他绞死。黄祖的主仆一向憎恨祢衡，没有耽搁片刻，当即把他处死。而黄涉光着脚，连鞋都来不及穿，赶来相救，但是为时已晚。他悲痛地流着泪说：这个人有非凡的才华，曹操和刘表都不杀他，父亲大人为何要心急杀他呢？黄祖怒骂道：他骂你父亲是段西公，怎能不杀？但事后黄祖也后悔了，于是后加入殓安葬。祢衡死的时候年仅26虚岁。公元199年，孙策接到朝廷诏书，要与司空曹操、魏将军董承、益州牧刘璋等人合力讨伐袁术、刘表。但是就在军队整装待发之际，穷途末路的袁术在江亭呕血而死，他的残余势力瞬间成了各方讨伐的对象。而此时，曹操以迎奉天子迁都许昌，先后诛灭了徐州吕布，收复了泰山贼寇张霸，兼并了河内张扬的残余势力，势头正盛。而九江郡的寿春是之前袁术称帝的统治中心，曹操随时可能来进攻。袁术的堂弟袁印、女婿黄衣等人不敢守，也守不住，于是选择了一条看上去最安全的出路，就是投奔刘勋。说到刘勋，需要简单的回溯公元194年左右，孙策为袁术打下了庐江，但袁术反悔当初答应孙策把庐江交给他管理的承诺，而是任命了自己的老部下刘勋为庐江太守，因此刘勋一直是袁术的亲信下属。回到袁印这边，他们抬着袁术的灵柩，家眷之间互相扶持，连同残存的部曲男女老幼，一同前往刘勋所在的宛城。但袁术残部的到来反而成了刘勋的负担，宛城无力为这么多人供应粮草，全城迅速陷入粮荒。他派出堂弟刘协到豫章太守华歆处借粮，但当时豫章郡本就缺粮，于是华歆派官吏带刘协前往海昏、上辽一带，打算让当地的中帅，也就是中部的首领，凑个3万斛米给
给刘协。所谓宗部，就是以宗族、乡里关系为纽带组成的武装集团。这种组织在汉末的江南地区极为普遍，其成员被称为宗民，首领则被称作宗帅。刘协在那里待了1个多月，只抽到了几千斛，远不够用。于是他将情况回报给刘勋，详细说明情况，并建议刘勋直接派兵来夺取。刘勋听从了这个建议，随即亲自率军秘密进发，很快抵达海昏城下。当各宗帅提前得到消息，自知打不过刘勋的正规军，于是选择直接逃走，留下一座座无价值的空山寨，使得刘勋千里迢迢而来，却一无所获。而与此同时，孙策正率军西征黄祖，行军至石城的时候，得知刘勋已亲率主力部队前往海昏抢粮。面对这个情报，孙策立刻嗅到了战机，于是将兵力一分为二，派堂兄孙贲、孙辅率领8000人前往彭泽设伏，企图截断刘勋的后路，等他回师时给其当头一击。孙策则和周瑜率2万人日夜兼程奔袭宛城。刘勋所留下的少量守城士兵根本不是孙策军的对手，很快城池陷落。孙策俘获了袁术各类工匠、鼓吹乐队以及残存的部曲共3万人。此外，袁术的妻子儿女和刘勋的家眷也都被孙军俘获。就此，刘勋不仅丢了老巢，连家属也被一网打尽。随即，孙策上表任命鲁南人李肃为庐江太守。这个上表的动作只是走一个正式程序，这表明孙策在政治上非常清醒。他虽然事实上割据江东，但在名义上仍然尊奉汉室，表面上通过朝廷的任命来获得合法性，同时拨给李肃3000士兵守卫和控制宛城，并将俘获的人口全部迁往吴郡，彻底瓦解刘勋的根基，并且充实了江东的人力资源。紧接着，孙贲、孙辅又在彭泽成功伏击了刘勋，刘的部队瞬间溃散，他本人只得乘船沿长江向西逃窜。船行至浔阳县境内后，他选择上岸步行，但没有走多远，就听到了让人绝望的噩耗：孙策已攻克宛城，他的家眷和城中的士兵全军覆没。此时的刘勋已进退失据，只能继续向西逃往西塞山，并选择在长江沿岸的一处叫刘邑的险要之地修筑起营垒，准备做最后的抵抗。同时紧急派出使者向刘表和黄祖求援。此时的刘表贵为荆州牧，已是长江中游的霸主，而黄祖则是刘表任命的江夏太守，作为部将驻军在夏口，是离刘勋最近的军事力量。黄祖得知消息后，立刻派长子黄涉亲率5000士卒乘战船前往救援。5000人并不是小数目，黄祖的兵力本就有限，他愿意如此尽力援助刘勋，说明他心里非常清楚孙策的威胁。一旦刘勋被彻底消灭，孙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他。与其等孙策打上门来，不如把战场推到刘邑，与刘勋联手御敌。但刘黄联军没能挡住敌军的攻势，孙策的进攻犀利而果断，黄涉的5000水军还没来得及发挥作用，就全面溃败。刘勋和堂弟刘协带着仅存的少量残部向北投奔了曹操，而黄涉也被迫退回江夏。此战，孙策收编刘勋的残兵2000余人，并缴获战船1000多艘，孙氏的水上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加强。于是，孙策乘胜向夏口方向进军，直接进攻黄祖。刘表得知孙策西征，黄祖告急后，迅速做出反应。他派遣侄子刘虎和部将韩熙率领5000精锐长毛兵，昼夜兼程赶来作为先锋部队支援黄祖。长毛5000是荆州军的特种部队，擅长列阵作战，在平原战场上威力不俗。刘表的意图很明确，就是将战场设在夏口一带，让这支军队担任前锋，与黄祖的守军配合，将孙策挡在江夏之外。但他没想到的是，就算这支5000人的精锐加入，也抵挡不住孙策的进攻。孙军以碾压之势大获全胜。江表传对这场战斗的描述极其简略，只有6个字：策与战，大破之。但我们从孙策后来向朝廷报告战况的表文中，可以窥见这场战斗的惨烈程度。史书无录记载了这篇表文，内容中提到，孙策是建安4年12月8日，也就是西元200年1月15日，抵达黄祖主力军所在的沙县主营。他很可能是绕过夏口的军事要塞，准备直接进攻黄祖在沙县的野战主力军。孙策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不与坚固的防御要塞过多纠缠，以最小的代价尽可能的消灭黄祖军的有生力量。最终在抵达3天后，孙策下令发动总攻。接着表文罗列了这次沙邑之战中将领的阵容，他们是周瑜、吕放、陈普、孙权、韩当、黄盖等等。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后来东吴开国的全部核心班底，他们此时齐聚沙县县境内。随着孙策一声令下，各部同时向黄祖阵地发起进攻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孙权也出现在这份名单中，他当时的职务是行奉业校尉，这里的行意思是暂时代理，而奉业校尉是孙策临时设立的军职，可能是他特意为弟弟设置的职位。年仅17岁的孙权就这样以将领的身份，站在周瑜、陈普、黄盖这些叔伯辈的老将身
身边参与这场复仇之战。孙策带弟弟上战场，用意很明显，就是让他亲眼见证这场为父报仇的战争，同时积累军功和威望。这份战报可以说是孙权政治军事生涯的起点。战斗从当日的平淡开始，孙策跨马布阵，亲手擂起战鼓，将士们振奋激昂，勇气百倍，意志果决，人人奋勇争先。部队越过重重深堑，士卒在上风处放火，兵戈激荡于烟尘之中，弓弩齐发，箭如雨下。战至辰时，这场血战持续了至少4-5个小时，黄祖军逐渐支持不住，最终彻底崩溃。战场上到处都是残缺和烧焦的尸体。这一仗下来，东吴军的战果颇丰，斩杀将军刘虎、韩熙及以下2万余人，并且落水溺死者也有1万多人，缴获大小战船6000余艘，而且俘获了黄祖随军的家属，包括妻子儿女在内的7人。但是黄祖本人在乱军中仓皇逃走，很可能退回夏口的军事要塞，固守不出。这是孙氏对黄祖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打击。虽然黄祖战场侥幸逃脱，但只要他活着，孙氏的这场复仇就无休无止。此战结束，孙策返回江东短暂休整后，就立刻北上讨伐曹操任命的管陵太守陈登。军队行至当阳县一带时，稍作停歇，等待后续粮草集结。在此间隙，孙策外出狩猎娱乐，他一马当先，甩开卫队，当即逐鹿，结果与潜伏的徐贡门客撞面，随即遇刺，当夜伤重不治身亡。临终前，他一命将江东事业托付给孙权，亲手将印绶佩戴在孙权身上，完成了权力传承的仪式。就这样，年轻的孙权也接过了为父报仇的遗志，此后连着3次对黄祖用兵。建安8年，公元203年，孙权继位后第一次大规模西征黄祖。此战，吴军击败了江夏水军。黄祖之所以能够镇守江夏多年，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长江天险和水上力量。孙权能破其舟船，说明江东水军已有相当的实力。孙权的军事才能也初露锋芒。但遗憾的是，东吴虽赢了水战，却没能攻下军事要塞雀跃城，而黄祖退回城中固守。孙权攻城不下，只能无奈退兵。不过在这次战争过程中，甘宁作为黄祖的部将，射杀了东吴校尉林超，帮助黄祖摆脱追兵，脱离险境。这里做一个简单的甘宁早期生涯的说明。甘宁原本是益州巴郡人，从年少时就是一个战役疏财、恩怨分明、言出必行的江湖人士。他凭借自身的威望和武勇，身边很快聚集起了一帮和自己一样的市井少年或玩命之徒。他们结成团伙，互相扶持，共同行动。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到了青年时期的甘宁逐渐摆脱了暴力之气，远离了打打杀杀的江湖生活，开始研读诸子百家的书籍，渐渐从游侠向谋略之士转变。于是甘宁带着自己的同仆和门客800人，其实也就是自己的私人部曲，前往依附荆州牧刘表。但在荆州南阳，他并没有得到刘表的重用。甘宁本想转投东吴，但是黄祖驻军在夏口，扼守住进入东吴的要道，于是他只能先留下依附黄祖。然而经过3年的时间，都没有得到黄祖的礼遇和重视。一转眼来到西元203年，孙权第一次进攻夏口的时刻，黄祖兵败，仓皇逃窜，但孙权军紧追不舍。东吴校尉林超作为先锋，轻舟独进，冲在最前面，而甘宁因善于射箭，因此率兵殿后掩护。见追兵逼近，他张弓搭箭，一下射中林超。这一箭打乱了吴军追击的节奏，为黄祖争取了逃命的时间。因此甘宁既是黄祖的救命恩人，反过来又是林超儿子林统的杀父仇人。林统当时15岁，孙权感念林超为国捐躯，于是对他的遗孤格外优待，任命林统为别部司马，代理破贼都尉，让他接管父亲的部众，从此正式走上战场，肩负起父亲留下的责任。后来他在逍遥津之战中拼死护主，成为江东名将。而甘宁这边战事结束后返回军营，却依然得不到黄祖的信任，甚至作为主公的黄祖还派人去诱降他的门客，让这些人逐渐脱离甘宁，以此来削弱他的力量和影响力，把他的立业之本一点点掏空。之后在黄祖部下苏飞的帮助下，甘宁得以脱身，被判往诸县作为县长。于是甘宁在当地有了机会重新招揽自己的私人部曲，然后带着这些人义无反顾地投奔东吴孙权。建安11年，公元206年，此时距孙权第一次牺牲黄祖已过3年。黄祖派遣部将邓荣率数千人进入柴桑，试图在此建立据点。周瑜亲自率军反击讨伐，不仅击退了敌军，还生擒了邓荣，将其押送回吴郡。此战过后，柴桑作为东吴西部门户的安全得到巩固，为后续大规模西征提供了稳定的后方。次年，公元207年3月左右，张辽率领一支偏师进攻荆州北部，很快平定了江夏郡北部的多个县，将其纳入曹操
操的控制范围。江夏郡北部被曹操攻占，等于荆州北部门户洞开，刘表只能依靠黄祖固守江夏南部，使得黄祖生存的压力陡增。也是在同一年，孙权发起了第2次讨伐黄祖的行动，但这一次仅仅是占领了一些据点，将当地人口迁往江东。第2次西征看似战果平平，实则为下一年第3次讨伐并剿灭黄祖做了铺垫。几个月后，时间进入建安13年，公元208年，这一年冬天，著名的赤壁之战即将爆发，而年初，孙权第3次讨伐黄祖的军事行动为这重要的一年拉开了序幕。在这次战争中，孙权亲自率军，周瑜则担任先锋部队的总指挥，同时吕蒙、凌统、董袭等一批能征善战之将都参与了这场战争。战争一开始，黄祖便以2艘猛冲战船横在沔口封锁江面，这2艘战船用棕榈结成巨大缆绳，底部系着巨石作为船锚，使其成为固定火力点。每艘船上有1000余名士兵，他们以弓弩交叉射击，火力输出极强，导致吴军一时之间被压制，无法前行。而董袭和凌统同为前锋，各率100名敢死队，每人身披双重铠甲，以抵御箭雨。他们乘坐大葛船冲入猛冲战舰之间，紧接着董袭亲自用刀砍断2根大缆，这需要极大的力量和勇气。缆绳断开后，猛冲舰瞬间失去固定，失控顺水横流，从而封锁线立即崩溃。董袭的敢死行动为整个东吴大军打开了突破口。防线被突破后，黄祖派出都督陈就率水军迎战，而吴军这边，吕蒙则率前锋部队出击，亲手斩杀陈就，将其首级示众。陈就作为一军主将，他的阵亡使黄祖的水军瞬间士气崩溃。另一方面，凌统带着几十名亲信勇士乘船甩开主力军，独自深入敌境，进入右江，遭遇到了黄祖部将张硕的阻击，但凌统一战将其斩杀，并缴获了船只和人员。凌统完成右江突破后，立即返回报告，听到消息，孙权亲自率军昼夜兼程，水陆并进，对雀跃城进行围攻，而凌统率先攻城，董袭、吕蒙等部精锐同时并进，一举攻破夏口要塞。城破后，吴军对其进行了屠城。黄祖见大势已去，率领残存的部队准备突围逃走，但东吴的骑兵冯泽率兵追击，很快追上后便砍下黄祖的首级。一代江夏名将在史书中就此画上了句点。此战，孙权共俘获百姓数万人，将他们尽数迁往江东。自公元191年，孙坚被黄祖军士射杀，历时17年，孙氏3代终于报得一箭之仇。攻破江夏后，江东的势力向西推进，为几个月后的赤壁之战赢得了战略空间。而吕蒙、凌统、董袭等年轻将领在此战中脱颖而出，成为日后江东的栋梁。本期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支持与观看。